托尼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小镜子放在富婆鼻子下面测测还有没有气儿。都80了，怎么身体比我还硬朗呢？看来呀，想要继承遗产还得再熬几年，在这期间只能继续现在痛苦的生活了。为了防止在豪宅迷路，托尼每天只能用平衡车走路，这使得他失去了行走的快乐。在家里做什么都有仆人在后面伺候着，就连洗澡看电子书也有人帮忙翻页，完全剥夺了他自主生活的权利。出门必须在车库里挑一辆跑车代步，这对于有选择恐惧症的托尼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啊！不仅如此，什么泰国马杀鸡、马尔代夫日光浴等项目，别人都是去当地体验，而他却只能每天躺家里享受。这样痛苦的生活，托尼一过就是25年。别看托尼现在是个带啤酒肚的中年油腻大叔，可年轻时却是个迷倒无数异性的美男子。尤其在富婆圈，他早已经成为争抢对象。不过托尼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立志要吃一辈子的软饭，有几千万的在他眼里根本不算富婆。终于在一次派对上，他遇见了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女人。她不仅资产百亿，而且前不久老伴刚去世，最重要的是已经年近60的她无儿无女。不出意料，再过个10几年，托尼就能把她送走并继承遗产，这简直就是他心中的完美情婆呀！于是托尼当众就将衣服脱掉，露出里面骚气的三角热裤，小小的布料勉强能遮住某个部位，8块腹肌配上健康的古铜色皮肤，旁边的女人看到后惊声尖叫，差点没把持住。只见他跳进泳池，快速的朝着目标游过去，然后帅气的站在水中，接着用手将头发往后这么一撩，径直走到富婆面前，紧接着邪魅一笑，哈哈哈，说道 I think I'm making you wet。原本正在看书的富婆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不仅仅是因为托尼健硕的身材和帅气的脸庞，更重要的是出现在眼前那一坨庞然大物。就这样，富婆被迷得不要不要的，在体验过托尼那高超的鼓掌技术后，更加无法自拔。没多久，2人就领了证。让托尼没想到的是，富婆竟然能活这么久。不过他也看开了，大不了再多熬几年，这么长时间也都坚持了。可他不知道的是，80多岁的富婆在外可是抢手资源，想和他结婚的男人能从这儿排到巴黎。这不，晚上托尼就在家门口发现了一辆陌生的跑车，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进屋一看，富婆躺在沙发上，似乎是刚做完某种刺激性运动，她正在不停地吸着氧气。与此同时，托尼看见一个年轻小伙从浴室里出来，比他年轻，比他帅，而且比他还会哄人。托尼没想到自己竟然被80岁的老婆戴了绿帽子，富婆也没有藏着掖着，理直气壮地表示：医生说了，我年纪大，吃不了硬的东西，只能吃点嫩草补补身体。你现在呢，已经人老珠黄了，要体力没体力，要实力没实力，你拿什么跟我的小甜心比呢？我要跟你离婚！托尼就气炸了。可由于签了婚前协议，他1分钱都拿不到，25年的努力就这样拱手让人。托尼悲痛万分，你还我青春！最终他还是被赶了出来。托尼的经历告诉我们，找富婆一定要找80岁以上的，否则很可能还没继承家产就被嫌弃岁数大能力不行，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就像托尼，现在的他拖着行李箱流浪街头，唯一值钱的平衡车也被人抢走了，无处可去的他终于想起自己的妹妹。可住惯了豪宅的他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小房子，不仅好吃懒做，还每天抱怨生活太苦。我太难了。妹妹可不惯着他，让他负责接送侄子上学。听说侄子不敢和喜欢的女同学说话，托尼立马将讨好女人的秘诀交给侄子。首先，说话的时候必须要骚。说完再邪魅一笑，嘿嘿，侄子有模有样的跟着学了起来。刚开始还是不熟练，但反复几次颇有成效。这还不算完，走路姿势也是有讲究的。托尼说，最重要的就一个字儿，扭，全身都得扭，尤其是屁股扭起来，你得让对方看到你胯部的力量。你看我就这翘臀都是日复一日扭出来的。托尼边说边亲自示范，一老一小在公园里扭了一下午，差点没把肾扭错位了。火辣辣的心呐，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游泳课上，小侄子脱掉浴袍，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成功和女同学说了话。不仅如此，还被邀请去参加生日派对。当天托尼接侄子的时候，发现那个女同学的奶奶竟然是个富婆，而且比前妻更有钱。托尼仿佛看见了光，他必须借生日派对向富婆搞到手。于是他斥巨资到美容院做了个全身 SPA。可当他照镜子，才发现钱白花了，岁月是把杀猪刀。
8块腹肌早已经合体，就连胸毛也失去了光泽。突然，旁边的鞋友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骚操作在他脑子里闪过。热闹的派对上，托尼穿着标志性的黄色内裤，松弛的肥肉和啤酒肚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自信的步伐。与此同时，打扫卫生间的服务生看着泳池里的景象，陷入了沉思：是哪个大聪明把洗手池当马桶了？原来托尼刚才为了遮盖住花白的体毛，竟然将鞋油涂在了身上。可就算这样，他看起来还是十分油腻。不过他的表情似乎在说：女人被我这该死的魅力迷住了吧。随后在众人疑惑的眼光中，托尼跳进泳池，可他不知道鞋油根本不防水，这导致泳池里全都是屎黄色，像极了吃坏肚子后菊花失手的场面。托尼好不容易游到了对岸，丝毫没察觉身体的变化，还用自以为很帅气的语气对着富婆说 Am I making you wet? 富婆被他吓得花容失色，这下好了，不仅软饭没吃上，还被当老变态扔了出去。回家后，妹妹也指责他为了回到富裕生活，竟然利用自己的亲侄子，太自私了。男人就这样被妹妹赶出了家门。Day 2。男人想了想，也觉得自己对不起侄子，于是用尽心血帮侄子给同学写了封道歉信，成功挽回了侄子的友谊。事情很快就过了2个月，有天妹妹突然接到了她做梦都不敢想的建筑项目，她十分感谢这个金主，可金主却说都是丈夫推荐的。妹妹有些疑惑，直到哥哥从飞机上下来，她才明白了一切。原来经过这段日子的思考，托尼逐渐意识到亲情的珍贵，于是发愤图强，只为了帮助妹妹实现梦想。另一边，之前把托尼挤走的年轻小白脸也开始了盼妻归西的日子，每天早上拿着小镜子放在鼻子下测试。没成想富婆今天就真的没有了呼吸，这给他高兴坏了，不知道他最后能继承多少遗产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有想法的小伙伴欢迎评论区留言，喜欢视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洋葱，带你走进精彩的电影世界。